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贵州省黎平县的肇兴侗寨。这个肇兴侗寨呢，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。侗族呢，它主要分布的地方就是在广西、然后湖南、然后贵州这3省交界这么一个地方。咱平常说啊，就是侗族人叫侗族啊，人家把自己呢就比较侗族，他有自己的语言啊。这个发音啊，你看阿星也发不标准，大概这个意思啊，我一说你一听啊，就是什么嘎麦啊，大概就是嘎麦。这嘎麦啥意思呢？人家形容的也很贴切啊，他们形容自己呢是一群生活在群山环绕，然后被森林覆盖这么一个地方的这些人啊，叫嘎麦，就是侗族人。今天我来的这个肇兴侗寨呢，算是规模比较大的，是有1000多户，是6000多人，周围啊有很多侗寨。那这个侗寨呢，就被称作是中国侗乡第一寨，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它比较典型。05年的时候呢，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全中国6个最美乡村古镇。07年的时候，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呢是全世界33个最值得一去的旅行目的地。哎呀，我一听这头衔啊，阿星一下就兴奋了。今天咱来到这儿呢，感受一下这个侗寨，看一看侗族人是如何生活的，最主要的是尝尝侗族美食。走着。这里就是肇兴侗寨的入口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来到这儿呢，形容的很对，就是群山环绕，森林覆盖。为啥呢？因为在那边买完票之后，还要坐一个摆渡车，曲里拐弯来到这儿，这就是大山的深处了啊。当然呢，为啥坐摆渡车呢？这不是说想挣你这个票钱啊，是因为进来之后呢，太狭长了，这个山谷就没有那么多停车位，所以说呢，车停在外头，坐车进来。来，从这个大门楼子一进来呢，这块石碑上写着“千年侗寨最美肇兴”啊，挺好的，咱拍个照。啊，这个动作有点太轻浮，成熟一点的。茶油。茶树上的。茶树。茶树上的东西，果子是吧？然后能做成茶油。对。哦，这样子。挺香的。这个要晒干是吧？要晒干了才可以。哦，你们平常做饭就拿这个茶油？就拿来炒。这个油茶是不是？油茶。炒油茶也用这个。哦，这个样子。这个油一斤50-60块。哦，就成了油以后。对。哦，这都自己种的。是第一次见啊。山上的满山都是。哦。要香的。这一进来呢，这条主街呢，就感觉上去啊比较商业。其实呢，这个侗寨啊，就算是不怎么商业的了。那商业的呢，比这厉害的多的是。这儿呢一条主街，然后两边呢就各式各样的这些民居。咱去它这个民居里头转一转。如果大家想来这儿拍照的话，这主街上还有各种民族服饰，你可以租来拍照。不过像阿星这个体型啊，就是估计也没咱合适的，是吧？算了。哎，你好，奶奶，我问一下，这个里面蒸的是啥东西？纱布。布，蜡染的那个布是吧？哦，来这个侗寨里头，你经常看见家家户户支个小锅，然后上面跟蒸笼似的。这里头蒸的是梅菜扣肉，不是，这可不是梅菜扣肉，蒸的是蜡染的那个布。为啥要蒸呢？刚才跟这个奶奶交流了一下，基本上是衙门的3母鸡。为啥呢？是人家知道，我听不懂，是不是？语言交流不通畅。应该是让这个颜色就更深更容易着在这个布上，所以要蒸一下。我还以为是蒸碗呢，你看小酥肉梅菜扣肉。
这个肇兴侗寨呢是在山间沿着河流修建而成，所以说呢它是一个狭长的一个形状，两边呢看过去啊就是干栏式的吊脚楼，就是木质的。这个桥呢叫做华桥，也叫风雨桥，就可以遮风避雨。侗族有3宝，哪3宝呢？一个就是鼓楼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华侨，还有一个就是侗族人唱的歌，叫做大歌，就是侗族大歌。因为侗族啊它没有文字，它这些历史文化怎么传承呢？就是一个是啊靠讲故事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唱歌，在这个歌词里头。大姐，这个布为啥要锤一下？捶它亮一点呢。哦，更光泽。哦，这个就是锤好的。还没有。还没有锤。为啥这个布最后要锤一下呢？就是让它更光一点，让这个粗糙的面儿就消失，看起来呢感觉有一种金属质感。以前的时候是手工，现在有这种机器。你像这种布，最后一尺要卖多少钱？1尺都要50块。1尺要50块。对。哦。侗族的蜡染呢非常有名，那染好以后的布呢就挂在这儿晾。这家呢也是刚挂出来的啊，底下就是植物的颜料，是啥颜色呢？就这个颜色，就这种蓝紫色的。但凡是家里头做蜡染的，你看没，都有这个缸，这种桶，这里头呢就是植物染料。这是啥植物呢？它是一种草，这个草呢叫做蓝草，也叫蓝靛草。那大家一听这名字感觉很陌生啊，其实和大家息息相关。为啥呢？你家里头喝这个板蓝根冲剂啊，根啊就是这个根，然后上面这个茎和叶子呢就是蓝草。这个蓝草发酵完以后，然后呢放在这里头，经过各种工序啊，还要加点石灰什么的，咱也不知道，就揉来揉去，最后呢它就产生这种蓝紫色，就是青蓝色，就拿这个来染布。有一句话叫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就是形容这个过程。因为这个蓝草呢本身颜色你看上去啊就是那种绿色的，就是绿青色的，但是呢经过加工它变成染料以后呢就变成深蓝色，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那大家看到呢有一些侗族服装它是有花纹有图案的，那这个图案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因为你看这个布上啥都没有，其实呢它这个图案呢就体现出来蜡染的这个蜡。这个蜡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拿这个蜡刀要把这个融化的蜡然后蘸一点，先在这个布上涂上这个图案，涂上这个图案以后呢，有蜡的地方就是防染剂，就跟咱给这个汽车喷漆一样，不喷的地方呢就贴点胶带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再一染，染完之后呢，有蜡的地方它就不会被染到，就成了一个图案。不仅有白色的图案，还有一些彩色的图案。中国这个蜡染最鼎盛的时候就在唐朝。你看日本它也有蜡染，就是从唐朝学过去的，就那留学生啊，把这些技术啊，还有这工具学过去了。你看刚才咱在河边遇到一个老奶奶在这蒸，就我说什么蒸酥肉、蒸扣肉啊，其实里头就蒸这个布。来到这个寨子里呢，有2样小吃，也是当地侗族的特色，一定要吃的。一个就是这儿，看糯米包烤肉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油茶，来尝一尝。要五花肉要瘦的哇？要五花肉吧？这个就五花肉是吧？哇，这么大一片，烤肉是吧？糯米饭包烤肉，要辣椒。这个是啥？这个酸菜。酸菜。哦，再给我来个油茶。这个就油茶。好吃喽，很好吃喽。油茶，这个是拿油炸过的。哦。你们这是不是在家里头喝这个油茶，有的也会搁一些肉进去？要肉就可以加，要粉肠可以加。哦，可以加粉肠的，给我来一点，加进去，让我尝一尝。这个粉肠。粉肠。一点葱花，加点葱花，好大一片肉，我还要剪一下，剪的就好吃一点呢。这就好了。这得用手捏一下。还要捏一下，糯米饭团。好热。茶呢？这个茶是绿茶还是红茶？是当地的茶。当地的茶。尝尝这个糯米烤肉饭团，非常大一个。这个饭团啊，咬起来特别的筋道，而且里头这个烤肉啊非常的香。这个烤肉你一吃这个风格就是贵州的风格，直接在火上烧的那种炭火的味道。你看我说话的时候，这个嘴啊，为啥要这样子？就是因为这个米真的太黏了，又黏又糯。好吃。
吃2口呢，咱喝点油茶，一会儿慢慢吃，这玩意儿有点噎啊。其实看这个油茶呢，哎，这不是稀饭吗？而且是咸的啊，这可不一样。那北方有很多地方呢也喝油茶，那个油茶呢就是拿面炒了一下，就看起来有点像胡辣汤。那这个呢就感觉像稀饭，那这就是南方特色。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吃法。这个油茶怎么做呢？那侗家人呢叫打油茶，米先蒸熟，蒸熟以后呢，然后自然晾干，在油锅里头这么一炒一炸。这个油呢用的也不是普通油啊，必须是茶油，就有点稀饭那个感觉。但是因为这个米是炸过以后的，就比稀饭吃起来啊更有韧性，更香。有的朋友外地人来到这儿就吃不习惯，但我觉得还可以。在当地啊，侗族这儿喝油茶呢，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一个饮食，早餐也能吃，那婚丧嫁娶遇到节假日啊都能吃，就招待朋友，像一个就跟咱平常喝茶是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去朋友家做客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时候他跟你说啊，来喝点油茶，你说啊不喝，来喝点油茶，哎不喝，这时候这个朋友绝对一翻脸说滚。不喝滚，就为啥？就是因为啊，人家给你让油茶的时候啊，这对你是一种尊敬啊，必须要接受。这听着有点跟咱这劝酒似的，中国这酒文化喝白酒似的啊，那不喝不是兄弟啊，不喝呢这不是男人，也不仅质疑你兄弟的感情啊，还质疑你的性别。咸香可口。在当地呢，还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结婚的时候，这个新娘子要嫁在别人家。第2天呢，起床早上要孝敬公公婆婆，就是新娘子来做这个油茶。这时候就显示出来，看这个新娘子贤惠不贤惠啊，这个心灵手巧不巧，就从这个油茶里头体现出来了。还有呢，你去别人家做客喝油茶，也有一个讲究，他会给你发一根筷子。这筷子干啥呢？就是你要调和，搅和，因为毕竟有一些盐啥的。这时候喝这碗喝完了，哎，你把碗往这一放，这根筷子有个啥作用啊？你放在桌面上。啊，这个主家一看呢，哎，就是还要喝，然后这时候就给你再打一碗，再舀一碗，然后你就接着喝。如果你感觉你喝够了，就把这个筷子放在这个碗上面，这主家一看呢，哎，这筷子在往上担着来，意思就是我喝够了，你不喝了。你看上面这层油花非常的香，然后一咬呢，底下还有这个粉肠，我这个呢算是豪华版了，你看。香蕉啊，都có quý rồi. Ồ,香蕉quý đi.香蕉chợ tăng. Nhưng mà ít trong người mình thấy香蕉tăng lên. 进到侗寨里头呢，不管哪一个侗寨啊，最值得看的是啥呢？就我身后这个建筑，这个叫啥呢？那大家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不是塔？错了啊，这个叫鼓楼。侗族啊有一寨一鼓楼之说，那一个寨子的时候最少有1个鼓楼。你像这个寨子比较大，它呢有5个，哪5个呢？就是仁义礼智信，它这么分的。为啥有5个呢？就因为啊，他们分为5个片区，但人家呢不叫区，叫团，就仁义礼智信啊，叫人团、义团什么什么团。走近看这个鼓楼的细节啊，是非常的漂亮。雕梁画栋，特别有民族特色。它这也是有讲究的，它一层一层啊是单数层，它不有几个角吗？你看没？这个角呢是偶数角，是有讲究的。咱进到里头再看看。礼团鼓楼，然后走到里头看看，这儿其实是个火塘。就集会的时候，大家在这集会议事啊，烧点火。就冬天的时候，这个鼓楼承载的作用，就像这农村里头的一个小型的广场一样，大家有啥事就聚到这儿。然后鼓楼，那鼓在哪儿啊？鼓不在底下，在上面，但是封住了看不见。敲鼓的时候呢，怎么上去了？看这有一个，这个叫蜈蚣梯。哇，你看这个蜈蚣梯啊，这也够难爬的，笔直的蜈蚣形状。爬上去以后呢，就在上面敲鼓。敲鼓的这个人呢，当地人啊称作鼓楼工啊，专门是敲鼓的。那现在呢也没人敲了。现在呢就在这儿啊，没事聚一聚。那这个鼓楼它有啥作用呢？没事敲鼓是干啥的呀？其实这个敲鼓就代表着村里头，你像现在这村里头有个大喇叭广播啊，村民们，咱村头集合啦，有事商量，基本上就这个意思。一敲鼓，让大家都知道哦，这村里头有啥事了，然后大家都坐在这儿。你看为啥这么多板凳，就坐在这儿议事，然后冷的时候再点个火，特别有感觉啊。
戏台鼓楼，哎，走过来呢，你看多方便啊！这村里的生活，还有水，这个是山泉水。温馨提示：饮用山泉水，你看到没？直接可以喝到饮用的，只可以用水瓢舀水喝，严禁在里面洗头、脸、什么手啊，什么严禁把手放进这水井里头，违者罚款500到1000元啊。这个看完啥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玩以下项目，除了喝水之外的项目，就是需要付费500到1000。这有水瓢了，我看人家水瓢都舀回家自己喝了，咱也别用水瓢了。干净起见呢，咱就用手喝，尝尝这个甘甜的山泉。这水要太清了，这样一头扎进去，那肯定不行了啊！哇，这农夫山泉有点咸，有点甜，好喝好喝，哎，真甜啊！来的时候忘带点管子了，你看，直接扯到我家去。刚才吃了油茶，还有糯米饭，然后来到黎平呢，既然到这儿了，咱要尝尝黎平的粉儿，就这家肇兴特色牛肉粉儿。其实这个侗寨里头啊有很多粉儿，咱就是尝尝这个。来，这会可以吃吗？可以。给我来一个酸汤的，哇，还有个小猫。等一下，您坐一下哈。啊，我坐一下，不着急。哇，还有个猫可以撸。呦！哎呀！不仅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看这个更小，这小黄，太小了。看这个小猫有多萌啊，这么小。看我有多大。哇，酸汤，来点这个自己家做的酸菜啊！你们自己做的是吧？对，就是不是那种外面卖的那种甜的那种。哦，是一股那种清淡的清香味儿。这就是肇兴特色的牛肉粉儿、酸汤粉儿，然后我还加了一个这个煎蛋、溏心蛋。来到贵州呢，有个说法叫“动不离酸”，3天不吃酸，走路打窜窜。这个呢，你看它是红酸，是红糖，是拿这个番茄、小番茄还有辣椒，还有呢白酸，白酸呢是拿米然后发酵成的。但是我发现啊，在侗族这个寨子里头啊，当地人啊还是爱吃这种红酸，这个红酸呢也更有食欲。哇，关键是这个粉儿太有感觉了。不仅有这种牛骨汤的这个香味儿，还有就是这个红酸，最主要是加这个酸菜。这个酸菜呢就比较柔和，清清淡淡的那种酸甜味儿，它不是很酸，不是那种特别呛的那个味道。一筷子下去，多来点这个酸菜，哇，太有感觉了。再来点牛肉。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特色，它这个牛肉呢，就吃起来呢比较干柴。我发现这儿的人啊，吃东西这个口感都喜欢比较干的，比如说烧烤也是烤得很干很干。这个牛肉呢，甚至有点吃起来像牛肉干的口感，但是呢非常的香，有嚼头。泡满汤汁的蛋，看来啊，每个鼓楼的对面呢都有一个戏台。刚才我一看啊，这家店呢是在这戏台的底下。你看阿星这还坐在戏台底下在这吃。哎呀，看这碗粉有多好吃啊！全部吃干啊！吃干之后呢，里头看一个 biang biang 念的 biang 字儿，
然后呢，这个酸菜呢也酸菜还给留着点儿，要不然人一会儿是不是多少得留点儿？确实不错。你看吃完之后一回头，哇，这么漂亮的鼓楼！这个鼓楼呢叫做信，就是信团。这么好看的鼓楼，难以想象，没有用一根钉子，全部都是榫卯结构啊。当然，什么胶带502啊，这唾沫星子它也粘不住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呢，就是古典的文化，古典的结构。白天看都已经很漂亮了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，更漂亮，更有韵味儿。这怎么说呢？不信你看着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晚上特别的漂亮？从这个画面里头看起来，有点宫崎骏老爷子那个《千与千寻》那个画面的感觉啊，真的非常美。在这么好看的鼓楼底下呢，哎呀，晚上也凉快啊，怎么不也来顿烧烤？是不是？侗族烤鱼啊，安排个侗族烤鱼，新鲜的鱼先去捞，不是在河里捞，是先养着鱼。江船。然后你杀的时候用个呀，它就按更的对哈。好，这顿侗族的烧烤大餐就好了。我发现啊，这侗族的烧烤有一大特点，就是烤啥就是黢黑。你看鱼是黑的，最黑的就是这个排骨。好家伙，感觉跟烤坏了似的。你看所有的串颜色都很深。烤鱼，啥叫烤鱼呢？今天啊，终于吃了啥叫烤鱼了。这就是一条鱼，然后一烤就叫烤鱼。这啥都没有，连盐都没有。那烤鱼放下呢，这个就是一个蘸料蘸碟，这个是烧糊的青辣椒折耳根，然后辣椒面，还有蒜，还有韭菜，还有香菜，还有葱，然后冲成了这个样子。应该还加了一些香料，还有糟辣椒之类的东西。哇，很奇特，这个味道，就你闻啊，一股清香味儿，然后一股辣椒味儿，还有一点这种油味儿。但是呢，它没有放醋，还有这个西红柿，应该是不酸的。侗族吃鱼呢，就是原生态啊。一般这个鱼啊，就是在稻田边农忙的时候，然后稻田里头有一些稻花鱼，把这个鱼拿出来，拿个棍子穿起来，然后就烤，内脏都不去啊。烤完之后呢，直接就蘸点这个蘸料吃，打个蘸料。然后这种呢，就是正常的吃鱼的方法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侗族的凉拌烤鱼。凉拌烤鱼呢，就是把这个鱼烤好以后，把所有的肉全部刮下来，然后把这份蘸料直接放在里头，然后拿个盆儿夸拌，这叫凉拌烤鱼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凉拌烤鱼呢，你拌完之后你看不出来是条鱼了，是不是？而且刚才这个大姐呢给我推荐说，
当地人啊吃就是这样子，直接拿筷子蘸着吃。为啥这么吃呢？就是因为这样吃啊，你能吃到这个鱼的这种鲜味儿。如果一拌的话，因为它腌时间太长了，最后吃不到这个鱼的鲜味了。哎，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，那就尝一尝。先尝这个鱼肚子上的肉，看这个鱼呢，就是外焦里嫩。这条鱼呢是江团。仔细想了一下啊，长这么大吃过无数的美食啊，真的还头一回啊吃这样的烤鱼，就是一条烤鱼，啥都没有。但是这个肉呢非常的紧实，很鲜，吃起来甜甜的。再来一块这个鱼背上的肉，哇，你看这一下就来到了黔东南了，这才是黔东南的感觉。折耳根，哇，上头啊，特别的辣，有青辣椒的清香味儿，胡辣椒的胡辣味儿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折耳根，哇，还有盐，吃了一把盐粒儿，特别咸。看来这个鱼得亏是没放盐，很咸很重口味儿，这就是贵州的特色，就是俩字儿上头。你就别说这个蘸料吃鱼了，就这个蘸料直接吃半碗米饭就能下去，2碗啊，少说得2碗。哇！虽然这个鱼很好吃呢，咱也不能使劲夸，是不是？也得尝尝排骨，为啥？这个排骨比它黑。知道的是在这吃排骨，那不知道的远处看还以为我在这啃炭嘞。刚才我吃粉的时候说什么来着？就是干。你看把这个排骨烤得多干，他们就爱吃那种很焦、很硬的那种口感。这才有吃肉的感觉，直接上手。牛排，这是牛排啊，不是猪排。好家伙，吃这排骨练牙，我跟你说，来到贵州啊，还要吃的就这个土豆片儿。好，这个侗族的烤鱼呢，我就吃完了，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。但是呢，不管是吃起来这个形式，还是看起来黑乎乎这个样子啊，它的口味呢是比较重，路子呢比较野啊，这就是当地人的口味。那不是每个人都能习惯啊。大家来到这儿呢，就是酌情选择吧。这个肇兴侗寨逛完的美食美景，我觉得都不错。那如果你对侗族啊文化还有侗族的这个生活感兴趣啊，不妨来到黔东南这儿体会一下，因为在这儿大大小小的侗寨有很多侗族风情等着你。好。那就这样。